Hello， 我是 Mrs. Lee。MSC 荣耀号在亚洲造成风潮，但却也遇到了吃饭排队到天荒地老的状况。那欧美线的邮轮也有相同的问题吗？还是这是常态？另外，在邮轮上吃那么多，要去哪里燃烧脂肪？有没有维持体重的撇步？还有，为什么说搭邮轮适合扶老携幼？那有没有需要额外支付小费呢？今天我们就要从食的角度切入。话不多说，马上进入主题。排队抢菜篇。我的7次邮轮行体验都是欧美行程，有搭过 Carnival、Princess 和 Royal Caribbean。不管是哪家的邮轮，吃饭时间一到，餐厅相对的就会变得拥挤，少不了排队拿取食物，但队伍不至于排山倒海的水泄不通。一般来说，大概2到3分钟内就可以拿到食物。以我这趟从美东移航欧洲的行程来看，这是人最多的队伍，大家等着拿生鱼片。我觉得这个队伍可能要等个10几分钟，但都还算是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。不过，我倒是搭过吃不饱的邮轮行程。菜色变化少，种类重复性高。有一天的中餐，我排了2轮，总共获得2片薄薄的火鸡肉片。左海风后，只能说吃了个寂寞。解决方法：考虑提早到 buffet 自助餐排队，或是提前预定主餐厅。我们也试过事后写在 survey， 不好啦，没人在乎。不过，当你还在船上的时候，或许可以试试邮轮上的顾客服务中心，去申诉看看。对于服务品质极度不满意的话，或许可以考虑调降每日小费额度。上面这几家都是允许调降的。小费迷思篇。多数邮轮公司都是把小费计入乘客的船票，你可以选择一起预付或是后付。这些小费通常是给客舱服务人员和餐厅的工作人员。那是不是有必要额外支付小费给餐厅员工？这可以是很策略性的。譬如说，如果你想要在主餐厅用餐的时候都坐在窗边，边吃边欣赏海景或日落，那你可以在上船的第一天适当的支付小费给特定的餐厅员工，以确保他们接下来都可以甘愿或乐意的帮助你。相对的，如果你认为出菜速度很慢，你有很多娱乐团要赶场，你也可以考虑额外支付小费，加快出菜速度。我试过口头上礼貌性的告知，当时运气好，餐厅员工很快便达成任务。精打细算篇，吃回本。你说啊，我就想要吃回本，有没有方法？虽然我们的频道不是专门科在讲投资理财，但是如果能多少加减赚，或是省很大 ，Why not？ 一餐当2餐吃，你可以把一餐当2餐吃。例如，先享用楼下的主餐厅菜色，再去楼上吃自助餐，然后多吃价值比较高的，像是牛排、羊排、龙虾、干贝等。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，替你的身体留点后路，也留一点给别人赚。什么都吃看看。邮轮上美食种类丰富，异国料理任君挑选。平常要是在外面餐厅什么都点来吃，肯定会蒸发不少财富。但是在邮轮上吃到撑也不心疼。上船第一天的中餐，邮轮在你上船的第一天中午就开始供餐，时间允许的话，要尽量赶上给他享受那第一餐，因为你钱都付了。还有，这个时候人可能少到像包场一样。不过如果大家都这样想，事情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。减少欲望篇，鸵鸟政策，怕体重计负担过大。首先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要跟食物有眼神接触 ，OK？ 如果能成功躲过眼神交流，就不会不自觉的什么都点头，什么都莫名其妙的上桌。距离可以控制欲望，克制嘴馋。那自制力不够的人需要第2步，选择离餐厅远一点的房间。一想到要走那么远才吃得到，可能会直接放弃，或是走了那么远后累到快要虚脱，必须理直气壮的大吃一顿，犒赏自己。血汗绝对不能白流。燃烧脂肪篇，健身房。船上有健身房和运动课程，可以时不时就去练一练，消耗热量。有时候做做样子也能减少罪恶感，为美食享受做好万全准备。游泳池，游泳池好处多多，不仅可以补眼睛，还能游泳，燃烧卡路里，可谓一举数得。舞池，你也可以选择到舞池摇一摇，骄傲地展现舞技，甩掉脂肪。不管是要跳这种慢的，还是比较激动一点的，通通都好。甲板走路，甲板上通常都有走路的步道，欣赏海景之余，顺便散嗨轰，多走几步就能多吃1块牛排，身体跟荷包都会感谢你。球场，船上也有篮球场、网球场、迷你高尔夫球场，不妨多加利用，随时进入备战状态，香汗淋漓后就能迎战下一场美食诱惑。赌场，你也可以在 casino 大展身手，豪赌一番，梭哈一下。当脑力、体力和财力都耗尽后，就能大快朵颐地享受自助餐，抚慰被掏空的身心。船上空间，船上的空间很大，借由赶场娱乐节目、血拼、穿梭楼层间，你也可以消耗热量。老娘尽量都走楼梯，平均1天可以走8000到1万步，多吃一点不是梦。饮食习惯篇。
全家饮食习惯不一样，出门旅行有老有小，大家饮食习惯不一样，吃饭时间不同。阿公6点就起床，想着要吃麦片粥，看可不可以降低胆固醇。阿嬷初一15夹菜，屁孩睡到中午只想吃汉堡、薯条和披萨。青少年登大人，随时都在饿，餐餐都想吃牛排。先生要吃生猛海鲜，太太只想吃清淡的水果和沙拉，看可不可以养颜美容。以上都不是问题。邮轮上的自助餐什么都有，任君挑选，加上公餐时间长，选择丰富，轻松就能满足全家大小的需求。吃不习惯，你说我吃不习惯怎么办？我就没有办法天天吃西餐。这个西餐中吃的妙招可以参考一下，挑选你看起来顺眼的菜色。譬如说，我们平常也都有在吃猪排、鲑鱼、绿花椰菜，只是料理方式或许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菜色吃出熟悉感，利用有限的资源变出最熟悉的吃法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想把它们组合成我们看起来熟悉的便当？再来一个猪五花肉，我们也认识，白花菜、番茄、蘑菇也都见过，咖喱也不是陌生人，这样又可以组成另外一个便当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像样？3餐可固定，我们来讲一下另一个搭邮轮旅游的好处。出门旅行如果没有跟团，我最怕有一餐没一餐，或是怕踩雷不知道要吃什么。在船上3餐不间断美食供应，而且不用再多花钱，除非你想升等吃更高级的，可以定时吃。所以担心有一餐没一餐的朋友不用怕，对于想要好好照顾肠胃的人，或是年纪稍长的朋友来说很重要。特殊饮食要求偏，吃素有我能吃的吗？船上的确有素食菜色，虽然不至于丰盛，但也算方便，有需要的朋友无需担心。不吃牛，我就是没吃牛的一员，放心，就算不吃牛排，还有很多其他选择。一趟行程下来，要不争气的多长个几公斤，并非难事。无麦麸饮食逐渐普遍，船上也有提供，但选择相对不多。不过，确定是无麦麸的话，会特别标明。有疑虑的话，可以请教餐厅工作人员。邮轮上的美食，照理说应该是丰富多样，不怕你吃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《邮轮晚餐真相》。那遇到餐厅服务品质极差又无法改善的状况下呢？因为多数的邮轮公司都允许你调降小费，那这个时候的确可以考虑调降，因为你并没有获得相对品质的服务，但需要在航程间到顾客服务柜台办理。时间和预算允许的话，可以考虑尝试欧美航线做个比较。除了吃之外，穿什么很重要。一趟邮轮行下来，我到底要穿跟带什么？那在船上，大家是不是都会争奇斗艳？在接下来的影片里，我会分享撇步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谢谢你们。